一场本该属于青春回忆的 F4 重组演唱会，却意外演变成一场关于体面、情怀和现实博弈的舆论风暴。事情要从 F4 重组说起。12月22日，上海 F4 重组演唱会现场，五月天主唱阿信摔伤后仍坚持登台，在舞台致辞中，他第一次公开感谢了暂时未能赴约的 Ken 朱孝天。阿信解释自己选择补位，不是因为身份，也不是因为资本介入，而是出于三重不忍：不忍四面舞台空一角，不忍 F3 独自承受压力，更不忍粉丝等了20年的青春期待落空。第二天12月23日，阿信又在微博发布长文，再次点名感谢朱孝天。他坦言，这并不是所有人最期待的阵容，但自己在完成1个月22场演唱会后，仍然挤时间参与，只想把这次合体当作送给粉丝的一份礼物。那句被无数人转发的话是：2025也许不是你生命中最好的一年，但 F4 出现在你生命中的那年，一定是最梦幻的青春。到这里为止，阿信的姿态几乎挑不出问题，尊重缺席者，安抚粉丝，给主办方留余地，也给过去留体面。但转折来得很快，就在阿信2次公开致谢之后，朱孝天被曝在粉丝 VIP 群中回应称，他说了好几次，可我未收到任何消息，场面话听听就算了吧。不仅如此，他还默许粉丝评价阿信该有自知之明的言论。这一句话直接把体面撕开了一个口子。在大众视角里，阿信是在替缺席者圆场，而朱孝天的回应却被解读为拆台、否认，甚至反讽。舆论也从遗憾迅速转向了矛盾。紧接着，关于朱孝天为何缺席 F4 重组的说法开始分裂。主办方的说法是，朱孝天多次在直播中提前泄露演唱会内容，包括新歌、舞台设计和赞助信息，被合作方视为不可控风险，最终移出名单。而朱孝天方面的回应则完全相反，他表示自己是因为拒绝3项保密条款被单方面断联，甚至是通过新闻才知道被退出。他的妻子也补充称，朱孝天为合体减重30斤，停药备演，结果却无疾而终。双方各执一词，真相至今没有被完整公开。在这场争议中，舆论的天平明显偏向了阿信。一方面是职业态度的对比，阿信摔伤坚持演出，补位救场，上海场5万张门票秒罄，话题阅读量单日破700多万，市场反馈非常直接。另一方面是朱孝天此前的言行被反复考古，包括一边说期待 F4 合体，一边吐槽 F4 歌曲难听。参与过前期讨论，却在缺席后内涵补位者，甚至在后续直播中指控主办方勾结黄牛假唱，却拿不出实质证据，部分内容被平台标注为争议信息。在情怀这件事上，公众对反复、模糊和情绪化容忍度其实很低。如果只看成一人不和，其实太简单了。F4 本质上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长期组合，而是一个由戏剧角色凝聚出的时代符号。20年过去， F3 仍然深耕演艺行业，而朱孝天的重心已经转向直播、带货和个人 IP。 当一个非合约制、非长期绑定的情怀组合想要重组时，个人发展、商业风险、沟通机制的差异都会被无限放大。阿信的补位解决了舞台的燃眉之急，但朱孝天的缺席和随后的回应却让这次重组留下了无法忽视的裂痕。更让人感慨的是，早在2005年，阿信就曾为朱孝天的冷门专辑创作啦啦啦，还召集 F3 助阵。20年后，再次因为 F4 站在同一个话题中心，却只剩下感谢、否认和隔空对话。或许正如这次事件所揭示的，青春可以被回忆，但很难被完整复刻。而有些裂痕一旦出现，就不只是缺席那么简单了。